这期咱们就来唠唠皇后是如何实力碾压华妃的。首先，皇后趁午睡时间把华妃喊到景仁宫。按理来说，在宫里如果没有什么特殊的情况，嫔妃们都是要向皇后晨昏定省，也就是剧里经常出现的请安打卡。在打卡期间，除了唠唠家常对对嘴之外，皇后还会询问一下个人的工作进度。也就是说，皇后要问工作进度，打卡期间就问了。可是皇后偏要在大中午把华妃叫过来，你说她是有啥紧急事情吗？并不，皇后此举就想表明，你华妃再得宠又如何？我是皇后，我想什么时候叫你来你就得来。可华妃也不是个好惹的主，一向嚣张跋扈习惯了的华妃突然不能午睡，她心里多多少少有些不舒服。于是华妃满脸敷衍听着皇后的要紧事，直到皇后说到选秀的事儿，华妃立马来精神了。臣妾手里虽说变不出银子，但总要顾得皇上的体面，这个中滋味岂是旁人能知道的呀？华妃这话分明是在暗讽皇后有名无实，就算你乌拉那拉一搜贵为皇后，那又怎样？如今这管家权还不是落在我手里？暗讽到这份儿上，皇后不可能听不出华妃的言外之意。为了扭转局面，皇后直接转移话题，让下人把她宫里新做的点心拿来给华妃尝尝。不料华妃正眼都没瞧那点心一眼，皇后瞧着时机到了，立马让简秋把那碟牡丹卷拿来给华妃。怕是妹妹也吃腻了吧？简秋啊，把那碟牡丹卷给华妃。皇后这么做究竟是为什么呢？难道说她忌惮华妃的军方背景？呸，怎么可能？皇后之所以让简秋把那碟牡丹卷拿来给华妃，是因为她暗讽华妃的同时还在给华妃挖坑。为啥这么说呢？你想啊，牡丹卷，牡丹代表了什么？代表了皇后的身份啊。如果华妃真的拿了那点牡丹卷，那她就是越俎代庖，就是对皇后大不敬。参照皇后邀请众嫔妃到景仁宫赏花那段，华妃再怎么嚣张，她也只敢夺芍药，暗讽皇后年老色衰，不敢摘皇后跟前那朵粉牡丹。所以皇后赏的那点牡丹卷，华妃是不敢收的。可不收吧，华妃她又咽不下那口气，于是华妃示意宋芝去把点心给摔了。皇后娘娘恕罪，皇后娘娘恕罪。听听这脆亮的声音，华妃把气借宋芝的手撒出去之后，她又立马装出一副无辜的模样，一边骂宋芝不当心，一边告诫皇后她没有权利惩罚宋芝。你是本宫的家生奴才，竟这般不懂规矩，本宫也不便教你了。若是皇后不饶恕你，本宫也不会轻放了你。听听这重点词儿，家生奴才，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宋芝不仅是翊坤宫里的人，还是年家的人。如果皇后敢因为一碟点心就惩罚宋芝，那她就是得罪了华妃，得罪了年家。华妃原以为她把年家搬出来之后，皇后就拿她没办法了，却不料皇后顺着家生奴才这4个字，立马联想到宋芝是华妃的陪嫁丫鬟，一个陪嫁丫鬟怎么能做端茶倒水的事儿呢？于是皇后顺着这茬，光明正大的把福子喊来赐给华妃。华妃清楚，皇后表面上是赐奴才，实际上就是往她宫里安插眼线，所以这个福子华妃无论如何都不能收。宋芝虽粗笨，但是翊坤宫还不缺宫女，还是皇后自己留着用吧。这拒绝够直接了吧？按照常人的思路，别人都说的这么明白了，你也不好给别人硬塞了吧？可皇后她偏不，她不仅要硬塞，她还要塞得华妃心服口服。早听说翊坤宫的宫女做事利索，是该让福子他们这些小丫头学学了。有妹妹调教着，帮着宋芝做些粗活，也能叫他们学得乖一些。听听这话说的那叫一个漂亮啊！如果华妃拒绝了，那就相当于说她翊坤宫没有能干的宫女。这打脸的事儿，华妃能干吗？那指定不能够啊！所以华妃憋了一肚子气，领着福子走了。很明显，在这场初次对战中，华妃落败。然而皇后似乎还没玩够，当华妃马上踏出景仁宫的宫门时，皇后来了这么一句：也不知道这届秀女选得怎么样了，后宫是该好好添几个新人，为皇上延绵子嗣。瞅瞅华妃这个难过的小表情，宫中谁不知道华妃恩宠不断却无子嗣？皇后这话无疑是在往华妃的伤口上撒盐。不得不说，皇后这杀人诛心的手段实在是绝。
甄嬛传》中，沈眉庄为什么频频跑到太后宫中？服侍太后谋求庇佑是次要，偶遇温实初才是真。毕竟沈眉庄想要恩宠，丢一个镯子，恩宠就来了。但想要见温实初，可不是想见就能见的。这期咱们就来唠唠沈眉庄为温实初花的那些功夫。第一点，沈眉庄为自己和温实初创造见面的机会。自从沈眉庄经历了假孕事件以及10亿，沈眉庄便看清了帝皇家的无情以及后宫的险恶。于是沈眉庄单方面宣布离婚，退出了争宠大赛。但要想在宫中平安地活下去，没人庇佑是不行的。所以沈眉庄为了保全自己，把目标转向了太后。当然除此之外，沈眉庄跑去伺候太后还有一个重要的目的，偶遇温实初。因为10亿期间，温实初对沈眉庄照顾得体贴入微，所以刚失恋的沈眉庄慢慢的对温实初动了心。加上温实初又在御驾归来后成了太后的御医，因此沈眉庄偶遇温实初的最佳地点在太后宫中，并且有太后在场，沈眉庄这场偶遇便名正言顺。一个是太后的御医，一个是太后满意的儿媳，谁还敢乱嚼舌头说这场偶遇是沈眉庄计划好的？更何况太后和沈眉庄日常聊天也会说到温实初，一个太医的名字同时出现在太后和沈眉庄口中，可见温实初对太后和沈眉庄来说算是熟人。第二点，沈眉庄为自己和温实初增加见面的机会。当时沈眉庄在碎玉轩与甄嬛下着棋，小允子来报说是看到素喜溜进了瓜六的瓜棚。沈眉庄瞧着甄嬛和小允子主仆2人打哑谜，急忙询问甄嬛究竟要干什么。跟我来。你要捞这个，那我可就不困了。沈眉庄立马来了精神，和甄嬛跑到隔壁观火。瞧着隔壁的火势越来越大，甄嬛将梳头用的桂花油浇到一块绢布上，目的就是把隔壁的火引到自己屋中，从而让华妃坐实了派人放火伤人的罪名。沈眉庄拿过蜡烛点燃了绢布，就这样在一场大火中，沈眉庄点燃房屋的同时也烧伤了自己。事后甄嬛对沈眉庄说她不必以身犯险，沈眉庄是这样回甄嬛的。不可否认，沈眉庄确实恨极了华妃，但沈眉庄烧伤自己并不仅仅只是警示皇上，主要还是为了增加她和温实初见面的机会，并且为了见上这一面，沈眉庄硬生生拖延了伤势好转的进度条。温实初怎么也不会想到，并不是他医术不佳，而是沈眉庄在这边搞了鬼。为了能和温实初见面，沈眉庄宁可伤势不好，假装说药太苦了，让彩月去给他拿蜜饯，然后在趁房中无人的时候偷偷把药给倒了。可见沈眉庄为了能见温实初也是费尽了心思。第三点，沈眉庄为了自己和温实初创造独处的机会。碎玉轩被烧后，甄嬛搬到弦月阁与沈眉庄同住，期间甄嬛和沈眉庄晚上同睡一张床，白天又聚在一块儿下棋。前面2人形影不离的小日子过得也算潇洒，但沈眉庄心里惦念的依旧是温实初，所以当小夏子来通传皇上请甄嬛老时间到老地方约会的时候，沈眉庄心里瞬间乐开了花，喊停了正在下的棋，便让甄嬛先去洗漱，美其名曰别让皇上等着了。甄嬛一走，沈眉庄便向彩月打听温实初的消息，可见沈眉庄这相思病患得不轻。第4点，沈眉庄为自己和温实初创造生命纽带。当时太后给皇上和沈眉庄赐了一壶暖情酒，但沈眉庄对皇上的态度依旧冷淡，无奈之下，皇上只好顺着暖情酒的台阶离了场。皇上离场后，沈眉庄不再清醒克制，一边喝着闷酒，一边喊着温实初的名字。彩月作为沈眉庄的贴身侍女，读懂了沈眉庄的心思，跑去太医院找温实初。结果温实初吩咐彩月去煮醒酒汤的过程中，被沈眉庄哄骗着喝下了暖情酒，一杯接着一杯下肚。沈眉庄和温实初动了情，既然清醒克制无用，倒不如醉一回算了。沈眉庄与温实初一夜颠鸾倒凤过后有了身孕，为了留住这个孩子，沈眉庄向皇上发送早安，赶在皇上下朝的路上引起了情丢不得的戏码。一大早的在这儿低头找什么呢？还能找啥？当然是找孩子的北京户口啊。
一个镯子，一句情丢不得，就把户口骗到手了，冒着欺君之罪也要留住这个孩子。不得不说，沈眉庄对温实初的情太重了。后来在沈眉庄生下孩子血崩的时候，温实初坦言，其实那日的酒还不足以让我动情，也让沈眉庄在这场长久的单恋中画上了句号。《甄嬛传》中花穗和小印子是怎么勾搭上的？他们又是如何被安排到一起给甄嬛下药的？这期咱们就来唠唠药罐事件背后的细碎安排。第一点，妙蛙种子在御花园得罪了甄嬛，皇上不仅惩罚了妙蛙种子，还破了一封甄嬛为贵人，并亲自抱她回宫。回到碎玉轩后，皇上觉得伺候甄嬛的人不够多，于是提了一嘴，让内务府挑一拨人过来。但此时在内务府当差的黄规全是华妃的远房亲戚，所以他并不把甄嬛这个小贵人放在眼里，而是干巴巴的去给华妃送月例银子。华妃瞧着黄规全送来的月例比以前多，便问了一嘴关于甄嬛宫里的差事。皇上近来又封了一位贵人，你们内务府上上下下打点，怕是要忙了。多谢娘娘体恤，不忙，再忙也不过是个贵人的差事。瓜娃子，华妃说的分明是反话，你听不出吗？以前甄嬛不得宠爱，受尽了内务府的苛待，碎玉轩里的小桌子掉漆了，想着自己缝缝补补，过3年拿材料都要受气。这会儿甄嬛受宠了，内务府想当舔狗都不配。黄规全醍醐灌顶，心下一惊，当场跪地求指点。哼，本宫能疼你们什么呀？你们守着个内务府的差事，小心挑人去伺候着吧。听听，这是好意吗？表面上华妃提醒黄规全小心挑人去伺候，实际上却是在暗示黄规全挑个靠谱的人，而这个靠谱的人自然也就是害甄嬛的人。第二点，黄规全领着一拨人走进碎玉轩，说是内务府挑来伺候甄嬛的。重点来了，咱们注意看这个人，这不就是以前伺候妙蛙种子的花穗吗？新来的人全都低着头，就他露正脸，这里头肯定不简单。果不其然，没多久甄嬛的药出了问题，又是石厨哥，没事温大人给出了结论。有人在我的药里面加重了本来分量较轻的药，用药的人很是谨慎，加的药量很少，所以即便微臣每日给小主请脉，也很难发现。可是即便如此，若按此药量长期的服用下去，小主刚开始会神思倦怠，常瞌睡，不出半年便会神志失常，行动迟怠。为了揪出究竟是谁下的药，甄嬛派人盯着碎玉轩里的动静，结果盯来盯去，甄嬛的药还是被人动了手脚。正当甄嬛一伙人感到疑惑时，小允子说出或许是药罐有问题。一番检查之后，发现药罐的盖子果然有问题，而保管这个药罐的正是新来的花穗。甄嬛吩咐小允子将花穗的来历查清楚后，又让浣碧把花穗领进了房中。花穗原以为如浣碧所言，甄嬛要赏他，却不料甄嬛一语道破了花穗的底细。花穗还想狡辩时，刘珠摆出一副吃人的模样，如果你对小主忠诚，你就把炭握在手里。花穗试图握炭，却下不了手，干脆全招了。于是每隔一天，让人把药放在小洞里，奴婢去取就行了。每隔一天，那不就是今晚？拿药是什么时候？可有什么暗语？1更时分，听着宫墙外有2声布谷鸟叫，就是了。知道花穗拿药下药的全过程之后，甄嬛吩咐下去，准备晚上抓人。深夜，小允子趴在墙头上等着贼人出现。槿汐假扮成花穗的模样，发出暗号。只见墙块松动，一只手将药递了进来。槿汐揪准时机，一把抓住对方的手。小允子一跃而下去抓贼人，结果抓到的人竟然是老熟人小印子。小印子，印公公，别来无恙啊！贵人吉祥。到底是谁指使小印子这么做的？小印子又是怎么和花穗勾搭上的？其实答案早就给出了，咱们往回看。第3点，周宁海推沈眉庄落水后，华妃宫中的侍卫被换了一批，这导致了华妃里外进出一点都不方便。
因为换侍卫是甄嬛提议的，所以华妃自然而然把这笔账算在甄嬛身上。这天，华妃、根儿嫔以及曹贵人在一块唠嗑，华妃心里满是怒气，无处可撒时，曹贵人提了一句：“如今恨甄嬛的人不少。”正是因为这句话，华妃立马想到了妙蛙种子。于是华妃询问妙蛙种子如今的处境。听说他失了宠，脾气不好，就连他自己身边的宫女都被打出去了，可怜他一个人。得知妙蛙种子处境不好，没人伺候，华妃心生一计，决定利用妙蛙种子。毕竟妙蛙种子有多恨甄嬛，宫中人人皆知。只要华妃在暗中稍稍动手，就能借着妙蛙种子的人头去害甄嬛了。你身边那个康禄海是不中用，他那个徒弟还中心吧？娘娘是说小印子啊？鬼心眼儿没他师傅那么大，倒还中用。让他去伺候于氏吧。瞧瞧，这不小印子的差事就安排好了吗？表面上说是派小印子前去伺候妙蛙种子，实际上却是让小印子暗中把药给花穗。就算甄嬛发现了花穗下药的事儿，这事儿到头来也只能算在妙蛙种子身上。毕竟花穗和小印子这俩人，一个是以前伺候妙蛙种子的，一个是现在伺候妙蛙种子的，凭他甄嬛怎么猜也不能凭空猜到华妃头上。可见华妃这招借刀杀人进行的悄咪咪的，如果不细看还真没发现是华妃安排了人。只可惜华妃遇上的是甄嬛，这一招不仅被甄嬛识破拆穿，而且还吓疯了华妃党根儿嫔这个大力局。在《甄嬛传》中，华妃这一角色可谓是让大家又爱又恨。她对大胖菊一片真心，但是却被她算计致流产。那么大家有没有遗憾过，当初华妃有孕的时候，胖菊明明还只是个王爷，并没有确认可以登基为帝，为何他就要迫不及待地对华妃下手？胖菊不仅害死华妃的孩子，还赐她欢宜香，导致她终生无法有孕。这背后究竟有何缘由？华妃临死之前对甄嬛说过：“可是没过多久，我喝了端妃送来的安胎药，我的孩子就没有了。”由此可知，华妃当初还在王府时有过一次身孕。她一直以为是端妃设计害她，但是其实从太后与大胖菊的一次谈话中，我们可以知道，这事儿可没那么简单。当时甄嬛在翊坤宫罚跪致流产。皇儿，小周，小周，太后便说起一事：当年年妃有孕，儿子不得已杀了自己的孩子，焉能不痛？当年的事，既然借了端妃的手，端妃也接了这个黑锅，就不要再去想了。由此可见，华妃当年之所以会流产，是因为胖菊和太后的算计。端妃不过是帮他二人顶锅的，但是华妃若是在胖菊继位后有孕，胖菊这样提防她还情有可原。为何当初胖菊明明只是一个王爷，也并没有确定会登基，胖菊就对华妃下死狠手？这就要结合当时的背景来看。这里我们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人，那就是温熹贵妃。这位温熹贵妃在剧中并没有出场，因为她已经去世。温熹是胖菊的父亲康熙的妃子，她也是清朝唯一一位有谥号的贵妃，可见康熙有多宠爱她。但是根据太后描述，我们可以知道，这位温熹贵妃可不是什么好人。哀家看着年妃，很怕年妃会像当年的温熹，幸亏她没有子嗣。太后把温熹贵妃与华妃相比，正是因为当年的温熹是辅政大臣鄂必龙的女儿，而鄂必龙就是以军功起家，一如华妃的哥哥年羹尧。同时，先帝又十分宠爱温熹，他还育有一子一女，所以温熹在后宫中气焰十分嚣张，还纵容自己的孩子，也就是敦亲王参与夺嫡。这样的行径使得朝堂不宁，后宫不安。敦亲王当初可是8个一派，而敦亲王在胖菊登基后，对胖菊还是十分不敬。可想而知，当年的太后与胖菊一定也经常被温熹贵妃母子欺压。正是因为他们深刻体会过一个有家室有子嗣的嫔妃对朝堂的威胁有多大，所以之后他们为了皇位不得不拉拢年羹尧时，才会考虑到华妃的威胁。偏偏年羹尧还不是一个低调的性格，他嚣张跋扈，这样的臣子胖菊不敢不忌惮。胖菊很明白，夺嫡固然重要，夺嫡之后如何维护皇位的稳定也至关重要，这一切都得从长计议。但是他又确实喜爱华妃，
所以在得知华妃有孕后，他也欣喜万分过。但是胖菊不得不考虑到将来，所以华妃说过，后来我有了身孕，皇上很高兴，可是渐渐他就不那么高兴。在胖菊慢慢变得不高兴时，就是他在纠结到底要不要除掉华妃肚子里的孩子。最后胖菊也的确做出决定，他让端妃送去1碗堕胎药，最终让华妃流产。除了因为有温熹贵妃这个前车之鉴，更重要的原因是当时胖菊当皇帝已经是大势所趋，太后出身乌雅氏，与乌兰那拉氏家族同气连枝，于是太后便从乌兰那拉氏家族挑选出适龄女子嫁给胖菊。但因为当年的胖菊不受先帝宠爱，家族就只是选择一个庶女进府，这就是后来的宜修皇后。之后胖菊势力渐大，太后便决定让嫡女列入王府，以进府陪伴怀孕的庶妹为由，纯元来到了雍正的面前。在一次宫宴上，果子狸看见宫宴上有红梅，于是便问起了皇后，今天怎么把红梅摆上来了？可见宫中对于红梅有忌讳。皇后无奈地回答，华妃不知情，宫宴的布置是华妃安排的。这其实是因为红梅是纯元皇后当初最喜欢的花，而华妃却浑然不知。且她入府后盛宠不衰，要是纯元还活着，应该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可见华妃入府是在纯元去世后，而在纯元入府时，胖菊的势力就已经壮大。如果胖菊还只是个不得宠的皇子，年羹尧是不会让自己妹妹嫁给他的。所以我们不难推测出，在华妃有孕时，胖菊离皇位不过是一步之遥。既然如此，胖菊又怎么会不考虑以后的事儿？况且争储之事瞬息万变，华妃在这关头有孕，也不知是福是祸。就算当时局势并不明朗，胖菊也还是会做出同样的选择，因为胖菊的一切谋算都是以他能当上皇帝为前提。毕竟大家也不会因为觉得自己无法成为数学家，就在上学的时候不学数学吧？毕竟不学就没书读呀。皇家争储也是一样，皇子若是争储失败，就很容易失去性命。胖菊知道事已至此，自己必须做成皇上，才能保住自己，保住亲族血脉，所以他的打算都是建立在自己当上皇帝后的基础上形成的，所以他才会如此着急地对华妃下手。那么胖菊还没有登上皇位就杀掉自己的孩子，他难道就不会后悔吗？万一他没当上皇帝呢？我们姑且不论胖菊争储失败后会落得什么下场，胖菊如果没当上皇帝，以后再和华妃生就是，又不是这个孩子没了，华妃就再难有孕。相信我说到这儿的时候，大家就会想到那欢宜香呢？欢宜香可并不是速效药物。太后说过，这个东西每日所用的分量不重，需要日积月累才能见效。由此可知，欢宜香需要长年累月点着才能见效。但是华妃之前在王府有过身孕，可见她并不是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使用欢宜香，所以我们不难猜测，应该是在大胖菊确定自己能够登基后，他才决定把欢宜香赐给华妃，以绝后患。胖菊之所以在还没有登基时就下手让华妃流产，是因为已经有温熹贵妃的前车之鉴，也更因为那个时候一切局势都比较明朗。胖菊从参与夺嫡开始，所有决策都是以能当上皇帝为基础的，所以他不得不防，不得不为将来做打算。所以在确定夺嫡成功后，他才会果断赐下欢宜香，让华妃再无有孕的可能性。皇上，若是姐姐在的话，她一定会相信臣妾是清白的。这是皇后又一次打出纯元这张王牌。纵观全剧，一旦皇后需要自救或者是打压甄嬛，她总会搬出纯元这张王牌，要么是刻意在皇上面前提起她和纯元的姐妹情，要么就是在不断的整理纯元的遗物。皇后以为纯元这张王牌是她独有的，却没想到到了后期，纯元这张王牌也会被甄嬛所利用，甚至利用得更高级。这一期咱们就来唠唠甄嬛是如何利用纯元这张王牌的。首先咱们来看甄嬛生下胧月的时候，虽然皇上乐呵呵的跑来向甄嬛求和，但是此时的甄嬛还是没办法接受自己是替身这回事儿。加上皇上听信他言，把甄嬛的父母流放到宁古塔，甄嬛实在是做不到与皇上重归于好，于是甄嬛决定出宫修行。皇上准许后，甄嬛对皇上说了一句：臣妾既想离开，孩儿的性命就允许臣妾来取，请皇上成全。好，就叫
婉婉怎么起这名儿？难道是因为我们这个婉婉吵得还不够凶吗？很明显，皇上的脸色变得很不好，而甄嬛也清楚自己说出婉婉二字一定会让皇上想起纯元，于是甄嬛说道：臣妾怎敢让公主沿用先皇后的小字这样大不敬？长发婉君行，臣妾做不到的，就让公主来做吧。皇上听甄嬛这么一说，便觉得自己不该和嬛嬛怄气了，因此皇上试探性地说着：其实你不想出宫修行也是可以的。但甄嬛之所以给胧月取婉婉这个名字，可不是让皇上出言挽留自己的，他这么做无非是利用皇上对纯元的思念，换得皇上对胧月的眷顾。毕竟只要胧月有一个和纯元小名同音的名字，胧月就不会变成一个被皇上遗忘在深宫的公主。这也是为什么当嬛嬛重新回宫见到端妃时，端妃会说：你说当年你生下胧月才3天就离宫，那3天的殚精竭虑，哪一点不是为他一辈子做尽了打算？可见甄嬛取的这个婉婉并不是一时兴起。纯元皇后有一个用羊脂美玉做成的芙蓉项圈，是她生前最喜爱的，好像是大婚那天皇上亲手所赐。也正是因为，于是最后咱们再来看安陵容他爹再次入狱的时候，安陵容穿着一身素衣跪在养心殿外替他爹求情。甄嬛陪同皇上走到殿外，瞧着安陵容脱簪请罪，比平时更惹人怜惜的样子。甄嬛生怕皇上一心软就放了安陵容他爹，于是甄嬛先发制人，直说安陵容淡妆素裹，比平时更招人疼。正当皇上不知道甄嬛要唱哪一出时，甄嬛又说：这纯与白原是最干净的，不该与欲望纠缠在一起。这又是纯又是白的，你以为甄嬛只是在点评安陵容的穿着，并且在教她做事吗？错，大错特错！甄嬛嘴上这个纯字分明是在暗指纯元，她在告诉皇上安陵容此举玷污了纯元，而皇上也意会到了甄嬛的意思，当场接着甄嬛的话茬上教安陵容做事。和欲望在一起，玷污了纯白的本意。不得不说，语言大师还得是甄嬛，只是简单的一纯一白一欲望，就让皇上恼了安陵容。除此之外，甄嬛还用纯元这张王牌干掉了皇后。自从甄嬛从甘露寺重新回宫之后，皇后便使用了2次纯元这张王牌去膈应甄嬛。第一次是甄嬛生下双生子的时候，皇后故意在皇上面前提到她在收拾纯元遗物。熹贵妃诞下这2个婴孩之后，臣妾也没有旁的东西可以赠送，倒是从前姐姐在时有几块上好的羊脂玉给了臣妾，臣妾已叫工匠连夜赶工，制成了一双玲珑玉璧给2个孩子保平安用。很明显，此时皇后用纯元这张王牌勾走了皇上的心。甄嬛还是挺无语的，但是当皇上看到宫女拿着梅花起舞的时候，皇上第一时间想到了他与甄嬛在倚梅园相遇的场景。于是皇上忍不住当场念起甄嬛当年念的诗句，眼瞧着这波回忆杀把氛围搞起来了，偏偏皇后来了一句：香中别有韵，清极不知寒，逆风如解意，容易莫摧残。皇上可还记得姐姐刚入府时常吟这首诗啊？你看我想不想理你就完了。皇上一脸郁闷，甄嬛现在回忆杀的嘴角也僵住了。皇后以为她成功膈应到了甄嬛，不料甄嬛很快就转换了情绪，并且还主动的说起纯元。想不到纯元皇后也和臣妾一样欣赏梅花孤节之姿，把自己和纯元放到一块儿说，看来甄嬛丝毫不介意自己是替身这回事儿了。皇上听到甄嬛不避讳提纯元，果然又夸了她一番。至于甄嬛通过安陵容死前的那一句皇后杀了皇后，从而再次发动纯元这张王牌，彻底扳倒皇后。往期咱们说过，这期就不详谈了。总之，通过对比，咱们会发现，皇后利用纯元无非是打感情牌，以及不停地整理纯元的遗物，而甄嬛不但会想到与纯元有关的物件，神不知鬼不觉地加以利用，甚至她还会装得像纯元一样善解人意，以此去博宠博权。果然，只要心中没有爱，拔刀比谁都要快呀！利用纯元这一块，还得是甄嬛牛。年答应已经求见皇上3回了，这回连头都撞破了。
我不管，苏菲就是《甄嬛传》里排名第1的绝世好男人，不仅温柔体贴，会顾家，做人做事还十分的有原则。谁尊重他，他都懂得投桃报李。比如华妃，华妃《甄嬛传》中塑造的最成功的角色之一。身为将门之女，她再怎么心思狠毒、嚣张跋扈，该有的礼仪气度也还是有的。比如她从不对苏菲无礼。那边借公公吉言。当郑导用镜头让2个角色碰撞到一起，我突然就懂了什么叫不同角色的人格魅力。先说华妃，华妃对苏菲的尊重，除了行礼问安中，她对苏菲永远恭恭敬敬外，更体现在她对苏菲地位的认知和对苏菲的维护上。哥哥呀哥哥，这顿饭吃的妹妹我是提心吊胆的。你瞧瞧，好好的一场庆功宴，愣是让年羹尧整成了鸿门宴。抢先夹菜啥的先不提，光是年羹尧那一句那就有劳苏公公，就把华妃吓得够呛，瞪大了眼睛，满脸的惊慌失措，生怕4大爷下一秒要掀桌子。于是在回去的路上，华妃就维护起了苏菲，对自家哥哥一通埋怨。苏菲生是什么人呢？那是皇上用了几10年的老太监了，打小就跟着皇上，你还敢使唤她呢？很明显，苏菲什么身份什么地位，华妃比谁都清楚。所以哪怕是气到眼红，委屈的想流泪，华妃都会克制住自己，不会对苏菲不敬。比如在皇贵妃礼服事件中，华妃就吃了个闷亏，说好的皇贵妃到最后却只是个贵妃。公公有无宣错旨意，皇上只是封本宫为贵妃吗？要知道，就因为内务府那件错送的皇贵妃礼服，华妃意气风发的在6宫嫔妃面前耀武扬威了好一阵儿，甚至还在宜修面前夸下海口。娘娘错了，皇贵妃之上还有皇后。可眼下牛皮都吹出去了，贺喜的嘉宾都已经就位了，结果你跟本宫说这个，成了满皇宫的笑话。华妃心里抠得要死，然而心里再委屈，华妃对苏菲照样客客气气。娘娘，您是本朝第1位贵妃，也是唯一的一位贵妃，名位尊贵，何愁将来不能够位极皇贵妃呀？这才是将门之女该有的风度。宝子们注意看，苏菲走的时候，华妃摆明了心情不好，却还是低下头来对着苏菲回了一礼，以示对苏菲的尊重。苏菲呢，有仇必报，有恩也必报。看华妃对她如此客气，她自然也会投桃报李。宝子们发现没？从头到尾，但凡是翊坤宫的人来养心殿请4大爷，苏菲大概率会给他们通报。皇上，翊坤宫的周宁海带着华妃娘娘送来的点心，说要请皇上品尝。皇上，华妃娘娘备了您最喜欢的点心，请您过去尝尝。可以说，只要在苏菲职责范围内，她都会给华妃几分面子。关键时刻，苏菲还能化身知心大哥，暖心安慰华妃几句。甄嬛小产后，4大爷将一腔怒火都发泄到了华妃一人身上。当时华妃失魂落魄的，完全没意识到自己替安小鸟背了锅。看见苏菲，就仿佛看到了救命稻草。苏公公，皇上从未如此生过本宫的气，这该怎么办？看着眼前这个对自己还不错的主子，苏菲对华妃的遭遇不由得叹了口气，摇摇头说：“不过这事儿奴才不能不说娘娘一句，你就是再不喜欢婉嫔，也不能这么气盛啊。”这语气就跟一个德高望重的长辈告诫小辈一样，爱其不幸，怒其不智。华妃这次犯错，犯得实在是离谱。苏菲自知无力回天，只能劝华妃先回宫。回去吧。等4大爷气消了，华妃也吃了些苦头，苏菲才告诉4大爷，华妃跪晕过去了。启禀皇上，翊坤宫来人回话说，年妃娘娘疲累过度，中暑晕过去了。后宫中拜高踩低的小人向来只多不少，华妃栽了跟头，苏菲但凡有点势力，都会跟华妃撇清关系。这样做不过是为了报答华妃的那份尊重。再到后来年家倒台，华妃没了靠山，很快便被众嫔妃群起而攻之，自身难保了，华妃都顾不得自己，一心要为年羹尧求情。还望皇上念在臣妾兄长的功劳，宽恕他吧，皇上。阻拦无果，苏菲看向华妃的眼中满满的都是心疼。哎呦，娘娘，您这样只能使自己更加难堪呢，何苦来着？苦口婆心的苏菲希望华妃舍弃年家，安心做4大爷的妃子。
以保全最后的体面。因为他太清楚四大爷忌惮年家已久，年羹尧非死不可。华妃要是再替年家说话，结果只会是伤了他自己。果不其然，随着年羹尧一贬再贬，华妃被降为答应，大厦倾颓不可避免。可华妃还不放弃，褪去华服和钗环，身着一袭素衣，跪在养心殿前苦苦哀求：皇上如何惩罚臣妾不要紧，只求留下兄长一条命，就当是留一条犬马在身边为你尽忠效力啊，皇上。额头上的血渍触目惊心。苏妃见状于心不忍，明知年家的事儿让四大爷怒火中烧，他还是选择了替华妃通报。虽然结局不能改变，但如果能让四大爷愧疚，多几分恻隐之心，华妃之后的日子也能好过一些。可是皇上，年答应已经求见皇上3回了，这回连头都撞破了。听苏妃这么说，四大爷果真心疼了。找人医好他的伤，让他回宫好好待着。或许华妃自己也不知道，树倒猢狲散的时候，只有苏妃暗地里帮了他许多。后边瓜六带资进组，和华妃狭路相逢，便开始幸灾乐祸地讥讽华妃如今的落魄。华妃人虽然被降位了，但笔打嘴炮，她还没有怕过谁。一句话把瓜六气得冒烟儿。你倚仗家里的功劳进宫，和我当初有什么两样？你以为做了美梦，只怕会落得跟我一样的下场。技不如人，瓜六嘴炮打不过，就立马哭唧唧的来找四大爷告状。臣妾自打娘胎里出来，就没受过这种委屈。一张小嘴巴巴的，听得苏妃趁着他不注意，给了他一个大白眼，明显看不惯瓜六的做派。苏妃后脚就为华妃求情。不过年答应也算事出有因，今日是年羹尧3期，难怪年答应脾气不好了。四大爷一听也觉得瓜六没事找事，在这种日子里去触华妃的眉头，可不就是自己找骂吗？所以到最后四大爷也没处置华妃，这事儿也就这么不了了之了。俗话说人情留一线，日后好相见。华妃曾经的以礼相待，如今换来的是苏妃的勉励报答，正应了那一句种什么因得什么果。富察贵人有，婉贵人也有，人人都能生，为什么就本宫生不了？富察贵人和甄嬛接连有孕，严重刺激到了华妃，于是华妃想请宫外的大夫给她看看，这可以说是华妃离欢宜香秘密最近的一次。然而还是太后棋高一招，那么太后究竟使了哪些手段？今天让我们来扒一扒其中细节。华妃想请外头的大夫给她瞧瞧。好好的，怎么提起这事儿？华妃一直没有身孕，认为宫中太医无能，所以她想请外头的大夫给她看看。华妃是这样请旨的，听说也是年羹尧的主意。太后得知华妃想请宫外的大夫给她看病以后，想到若是拒绝了华妃的请求，以华妃的性子肯定会一求再求，于是就答应了这事儿。罢了，安排个人进来吧。若真是个好大夫，华妃瞧完了，给竹溪也瞧瞧。他跟着哀家年纪大了，人总有不舒坦的时候。这里大家认为太后真的只是给自己的员工预约了一个体检那么简单吗？其实这里面大有玄机。至于玄机是什么，先给大家卖个关子，咱们接着往下看。等华妃从宫外请的大夫来了以后，太后就派了皇后身边的太监江福海去迎接。陈大夫，听说您是青海一带最德高望重的杏林圣手了，做奴才的难得见上，今儿伺候您一回也是积德积福的事儿。陈大夫闻言赶紧谦虚地说，自己哪比得上宫里的太医。于是江福海便顺势提出，太后想让陈大夫给华妃看病之前，先去太医院跟宫里御医切磋一番。奴才不懂医术，但是太后娘娘有心，说陈大夫难得入京一趟，自然想跟太医们切磋切磋，回去也是造福一方的事儿。江福海这番话说得合情合理，陈大夫根本没有拒绝的理由。等陈大夫到了太医院以后，院判张弥就拿了华妃的脉案来给他查看。陈大夫啊，听说您要给华妃诊脉，这是华妃呢进宫以来一直的脉案。
留给您用，提供一些个方便吧。看过《甄嬛传》的观众都知道，太医院得了太后和四大爷的授意，对华妃不能生育的真相守口如瓶。因此，这份脉案必然写的是华妃身体健康。但陈大夫一诊脉，很有可能会发现其中的秘密。于是张弥又接着说：“华妃娘娘位分尊贵，龙宠万千，最得皇上宠爱啊。所以呢，太医院对她格外的上心，前后有20多人给她诊脉，且都是国手啊。”张弥的这段话其实是在暗示陈大夫待会儿不要在华妃面前乱说话。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特意告诉陈大夫，曾有20多个国手给华妃看过病，都无一例外地得出华妃身体健康的结论，说明这份脉案是绝对权威的。陈大夫只要照着脉案给华妃汇报就行。而陈大夫此时还尚未品出张弥话里的深意。寒暄片刻后，陈大夫就赶往了翊坤宫。翊坤宫内，华妃看着给他诊脉的陈大夫，问了这么一句话：“你在青海一直跟在本宫哥哥身边吗？”得到陈大夫的肯定后，华妃又接着问他伺候年羹尧多长时间了。陈大夫小心翼翼地回答说：“从大将军到了青海，一直伺候着。”从华妃和陈大夫的问答中，我们可以得出一个讯息：陈大夫是年羹尧的私人医生，且年羹尧很信任他，所以才会派他来给华妃看病。华妃闻言，赏了陈大夫100两银子。青海蛮荒之地，本宫哥哥身体安康，也有你的一份功劳。总之，从华妃的这句话中，我们可以知道陈大夫的医术非常精湛，不然也不会将年羹尧的身体调理得这么好。然而他诊完脉以后，却对华妃说他的身体并无大碍。这句说辞估计华妃听得耳朵都要起茧了，心里早就对这句话免疫了。于是华妃接着追问：“既然如此，本宫为何一直未能有孕？”这可真是太为难陈大夫了。只见陈大夫面露难色地侧了侧身体，然后对华妃说：“怀孕这事儿急不来，需要等待时机。这事儿啊，不能太急，越急越得不来。娘娘放宽了心，兴许一下就会有了。娘娘福泽深厚，只待时机。”凭陈大夫的医术，他不可能没有发现华妃身体的异样，而此时选择隐瞒，原因有2点：一是他想起了张弥的话，明白在皇宫里能让20多个太医都对华妃不能生育一事缄口不言的，只有比华妃更位高权重的上位者，这样的人不是自己能够得罪的。二是华妃对他的威胁：你若调理得好本宫的身子，本宫赏你1万两都是少的；若是调理不好，本宫也赏你1万两，作为你的殓葬之费。华妃受欢宜乡侵害多年，身体早就调养不好了。如果这会儿陈大夫如实告诉华妃，华妃肯定会大发雷霆，恐怕她都走不出翊坤宫。华妃听到自己孕育龙嗣有望，一时喜不自胜，先是厚赏了陈大夫，然后又吩咐他调配一些上好的坐胎药送到翊坤宫。等陈大夫从翊坤宫出来时，已是满头大汗。陈大夫，您这是怎么了？今儿天不热呀，您怎么进了一趟翊坤宫，出这么些汗呢？可见刚才在翊坤宫给华妃回话时，陈大夫的内心有多么紧张。毕竟一不小心回答错了，那可是要掉脑袋的。然而陈大夫悬着的心也还没完全放下，江福海就又把他给带回去给竹溪姑姑做了一个检查。陈大夫才刚搭上竹溪的脉搏，竹溪就对他说了一句奇怪的话：“陈大夫，我的病还能治好吗？”之所以说竹溪这话奇怪，是因为陈大夫发现竹溪身体健康，压根儿没有得病。姑姑身体康健，什么病也没有啊。接下来竹溪的话就很有意思了。不，我看过太医了，都说我的病要花上好一顿功夫才能治好呢。见陈大夫一脸疑惑的表情，竹溪又接着循循善诱：如果一个人没病，身边的人个个都说他有病，而就你陈大夫一个人说了实话，会是怎样的呢？那相反，有一个人明明有病，却没人敢说，而只有你陈大夫察觉了，说出来了，会怎么样呢？陈大夫闻言恍然大悟，原来这事儿背后主使是太后，但同时他又有了新的困惑。那可是除了老朽，还会有其他的太医，那万一
别的大夫说出来。对此，朱熹表示，不管华妃再请多少大夫给她看诊，得到的结果都只有一种。不可能，永远不会。开医院的嘴都长着同一条舌头。朱熹的这番话让陈大夫进一步弄清楚了事情的真相，能管控住天下医者的只有皇上，看来这是皇上和太后共同的意思。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就算他把这件事情的真相告诉给年羹尧，以年羹尧一个臣子的力量，也不足以为华妃鸣不平。于是陈大夫向朱熹保证，他绝对不会把这事儿说出去。那敖修也是同一条舌头。所以太后给竹溪预约体检的真正目的是为了让竹溪警告陈大夫，出宫以后不要在年羹尧面前乱说话。看到这儿，或许有观众会问，太后为什么不一开始就直接将陈大夫叫到自己宫里呢？这样不是更简单吗？这就是太后这次计谋的高明之处了。如果太后一开始就把陈大夫叫到自己宫里恐吓一番，虽然也能达到目的，且更高效简单，但难免会引起华妃的怀疑。而现在这样由张弥和竹溪分别暗中敲打陈大夫，就可以彻底打消年氏兄妹的疑心。他们自己的人亲自检查过，确认华妃的身体没问题，华妃以后才不会再嚷嚷着要请宫外的大夫。不得不说，姜还是老的辣，年羹尧和华妃再怎么小心筹谋，也还是太后的手下败将。《甄嬛传》中有这么一个人，他眼观六路，能悄悄撤掉嫔妃的绿头牌。他耳听八方一把椅子，让皇上对将军不满。他就是流水的宠妃，铁打的苏妃苏培盛。这期咱们就来唠唠苏培盛悄悄动手的那些事儿。第一点，丽嫔绿头牌事件。虽然剧中的丽嫔生得一脸苦相，算不上美女，但原著中丽嫔是个仅次于华妃的绝世美女，甚至创下了让皇上一夜临幸3次的记录。这也是她为什么被封为丽嫔的原因。可就是这么一个曾经备受皇上宠爱的嫔妃，苏培盛却说她的绿头牌落了灰。从此之后，丽嫔的绿头牌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但明显丽嫔的绿头牌还十分干净。苏培盛为什么敢在皇上眼皮子底下撒谎呢？原因在于当时皇上连连诉在碎玉轩，太后害怕皇上专宠甄嬛而冷落了其他嫔妃，所以太后劝皇上一定要雨露均沾，因为专宠会使众嫔妃嫉妒，导致后宫不得安宁。原本皇上还想着让太后见见甄嬛，结果太后来了这么一招，皇上还不能发飙，因此皇上只能找那个对太后嚼舌根的人出气。那么这个背后嚼舌根的人又是谁呢？皇上一出门便问太后的贴身侍女竹溪姑姑。倒是昨儿丽嫔娘娘来过了，陪太后还唠了好一会儿嗑呢。皇上一听立马明白了，这肯定是丽嫔捣的鬼。而恰好此时不仅仅是皇上对丽嫔不满，就连苏培盛也对丽嫔不满。这是为什么呢？原来当初甄嬛得宠，康禄害想回碎玉轩，结果丽嫔对这个吃里扒外的太监骂了一嘴。太监最忌讳的事便是别人骂他没根儿。如果说丽嫔只骂康禄海也就罢了，偏偏丽嫔情商太低，骂了所有的太监，所有的太监自然包括了苏培盛。因此苏培盛可能早就掏出了小本本，记下了宫里所有人曾经说过太监的话。平时你受宠的时候，咱们太监就忍着，等到你落魄了，咱们就出来报仇。于是在皇上掀牌子时，苏培盛便使了绊。很明显，皇上对绿头牌事件心知肚明，但皇上因为太后批评他专宠甄嬛一事，皇上正想着该如何处置丽嫔，结果苏培盛这么做反而不用他开口了，于是皇上任由苏培盛撤下了绿头牌，从此丽嫔也就相当于被打入了冷宫，可见积口德是多么的重要。第二点，年羹尧椅子事件。剧中年羹尧常常仗着自己军功在身，不仅看谁都不顺眼，而且情商比丽嫔还低。除此之外，年羹尧还对太监这个行业不屑，每次和华妃唠嗑时都忍不住吐槽一番。哼，我的脾气你不是不晓得，我最讨厌这些阉人的臭气。这里咱们来开个小脑洞，华妃和年羹尧说话时，总有太监走来走去。假如在年羹尧和华妃吐槽时，刚好这些话都被来来回回的太监们听到了，而小太监又把这些话传到苏培盛的耳边，以苏培盛爱记仇的性子，少不了会摆上一道。
因此在年羹尧来找皇上的时候，苏培盛主动让人搬来椅子，请年羹尧坐下等，随后又在皇上面前添油加醋。一把椅子便让皇上和年羹尧产生了隔阂，可见苏培盛因年羹尧这招做得滴水不漏。第3点，瓜六倒台事件。瓜六家族倒台时，皇上并没有赐死瓜六的打算，可苏培盛却还是让侍卫把瓜六给活活打死了，并且苏培盛还很痛恨地朝瓜六啐了一口。一个太监和一个嫔妃会有什么私怨呢？原来在滴血验亲中，瓜六曾经提议以慎刑司严刑拷打锦溪，以此供出甄嬛的奸夫，而锦溪又是苏培盛捧在手上藏在心尖的宝，所以听到瓜六的提议，苏培盛的眼神立马变了，这也意味着苏培盛和瓜六的仇就此结下了。所以在瓜六家族倒台事件中，皇上让苏培盛去告诉瓜六，让他回去不用死了。结果苏培盛看到瓜六一句废话也没有说，直接让侍卫把瓜六给打死了。皇上前一秒还念着和瓜六的情谊，口口声声说着不会把瓜六赐死，只废为庶人，一转眼苏培盛就让人把瓜六打死，这又是为什么呢？仔细想想，苏培盛一直以来的人设是什么？那是一个能看透皇上心思的人尖儿，是一个不必皇上下令就替皇上办事的人。皇上这么聪明，自然也知道苏培盛痛恨瓜六，让他回去吧。其实这个时候皇上的潜台词是：老苏啊，这女的人头送你了，你自己看着办吧。往白了说就是，毕竟瓜六陪我睡了那么多夜，也没谋反的大罪，直接下旨弄死他。我是皇上，我不太好说，就由你来弄死他吧。反正他现在只是个庶人了，你随便搞。所以苏培盛就直接让侍卫将瓜六打死了，啐的那一口也算名正言顺的把私仇给报了。第4点，安小鸟搜宫事件。当时甄端敬3人组发现了安小鸟的密箱，3人盘算着如何来场热闹的斗鸟大会时，苏培盛带着人浩浩荡荡来搜宫了。一个嫔妃的寝宫被下人这么一通乱搜，安小鸟感到特别的没有尊严，便骂了一句。安小鸟也清楚苏培盛这么做无非是报私仇，当初皇后为了找出苏培盛和锦溪对食的证据，也曾这样浩浩荡荡派人去搜过锦溪的房间，而安小鸟又是铁打的皇后党，所以苏培盛才把搜宫的屈辱转给安小鸟。可见苏培盛是一个十分隐忍的人，对方高高在上时他忍着，对方跌到谷底时他再把仇怨还回去。更何况在深宫中侍奉皇上时间最长的人，恐怕后宫所有嫔妃加起来都不敌苏培盛，这也导致了苏培盛把皇上的脾性摸透了，从而在这深宫中苏培盛成了铁打的苏妃。宫中任何嫔妃都有可能面临失宠的那天，唯独苏培盛不会。